这支影片是专门给有足弓塌陷，而且喜欢健身，或者是想要借由健身来解决膝盖痛、下背痛问题的人。那你可能平常在做深蹲、硬举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爬山啊，或者是慢跑的时候，你会觉得膝盖跟下背很容易会有疼痛的问题。那你可能会好奇说，你平常都有在做运动来强化你的肌力跟核心，可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今天这一支影片，我会告诉你2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你在训练的时候会因为足弓塌陷而有这种疼痛的情况发生。再来第2件事情就是如何一步一步重建你足弓的力量，让你可以训练的安心，而且更有效率。我有遇过一些像你一样的学生来找我上课的时候，动作模式其实都很像。有的人深蹲的时候膝盖会痛，那有的人会觉得大腿根部卡卡的，蹲不下去，或者是有的人会蹲到一半就觉得下背很酸。那我在看他们做动作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脚几乎都站不稳，脚趾头在下蹲的时候会一直浮起来，脚掌也抓不住地板，深蹲的时候膝盖还会往内夹。其实这时候就算我提醒他们膝盖要推开对准脚尖，他们做得到，但那种卡住的感觉还是在，没有办法解决。后来我才发现，问题根本不只是膝盖，也不只是髋关节卡住，而是从你的足弓、脚踝、膝盖、骨盆，整条下肢的稳定结构都跑掉了。也就是说，不是某一个地方出问题，而是整个身体的动作系统已经失去了协调性。那如果你想要学会如何破解减肥卡关，或者是解决健身动作错误的问题，记得订阅我，我每一周都会更新一些教学影片。而且如果你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想要学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我都会回答。而且有机会我也会把你的问题做成一部教学影片，来完整的解释。那些人来找我的时候，最常提到的他们的想法就是，是不是我的筋太硬，所以蹲不下去，要多拉筋。拉筋当然会有帮助，尤其是在训练前，可以暂时放松你紧绷的地方，让你做动作会比较顺一点。可是问题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消失，因为造成你卡住蹲不下去的，不是因为柔软度不够好，而是因为刚刚说的足弓、脚踝、髋关节的稳定性，然后还有你的那个结构已经跑掉了，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如果你只有拉筋的话，你其实是在绕过你的问题，而不是在解决根源的问题。那真正能让你蹲下去的、蹲得稳的，不是一直拉筋，而是要让你身体整体的动作控制变好。再来另一个常听到的就是，我已经有做关节囊的伸展了，那髋关节应该可以打得开吧？这样子就不会卡卡的吧？对，这些伸展让你一开始会觉得比较顺，活动度比较大，当热身是还不错的选择。可是你会发现1-2天不做之后，又会回到原本那个怪怪的感觉，因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那个关节里面，而是在你有没有重新建立起你一整个动作系统的方式的控制。如果你没有搭配主动的肌肉控制练习的话，那你活动度变好只是表面上的，你在做动作时所发生的疼痛代偿一定会一直发生。还有另一个很经典的就是，你会认为说核心有收紧，屁股有夹，应该就可以有效的蹲下去，稳稳的蹲下去了吧？但你仔细想想看，当你核心收很紧，屁股也夹得很用力的时候，你下蹲怎么还是会卡住，还是会痛呢？因为那个只是比较浅层的控制，真正该稳定的地方是你的脚底还有足弓，如果没有一起参与进来的话，你只是在做一个表层的控制而已，这不是真的让动作变得稳定。那如果你发现你有这些迷思，或者是这一集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按赞。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有效的实作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换一种思考方式，就是你在训练时遇到的问题，不是哪一条肌肉太紧或者是太弱，而是整个身体的排列乱掉了。就像你现在脚底足弓的地方没办法好好的撑起来，身体最底层的支撑点就会开始不稳。那接下来如果你要做有效的深蹲的话，那当然你的小腿、大腿内侧、大腿根部，还有你的屁股，这些肌肉就会开始互相抢对方的工作。有些人会觉得特别紧，有些人会使不上力，肌肉会有一边被拉长，有一边又会过度的用力，
这样一来，当然你的动作就会很卡、很不顺了。那你可能会想要厘清，就是这些排列失衡到底会让动作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最常见的错误连锁反应，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光靠调整你的膝盖或者是髋关节是不够的。当你在做深蹲的时候，因为脚底撑不住，重心不稳，脚踝没办法稳定的向下进行动作，那膝盖就会不自觉的往内夹，骨盆就会跟着前倾，整个蹲下的路径就会变形，你的大腿根部就会觉得卡住，膝盖就会觉得不舒服。那为什么脚趾头会一直想要浮起来呢？因为当你下蹲时，重心应该是要直直的往下，可是因为你整个动作系统不稳定，导致你会很容易让重心往前冲，可是身体又会下意识的想要往后拉，会想要往后下方下蹲，因为会怕你自己跌倒。可是这种一前一后的互相拉扯，就会导致你的脚趾头一直浮起来，怎么抓都抓不住，怎么蹲都会很卡。所以今天我会带你从最基础开始，一步一步重建这一条从脚底到骨盆的动作链。那实际训练步骤分成3步。首先第一个，我会教你做核心还有呼吸的练习，帮助你重新建立你的本体感觉，也就是你的身体要先从比较低强度的动作来感觉到哪些肌肉要出力，哪些不能出力。再来第2步，我会教你如何做深蹲，让你可以开始应用刚刚的核心跟呼吸的练习，来让你的深蹲可以做正确。在最后一个就是会教你做分腿蹲，因为分腿蹲是验证你刚刚前两个练习有没有做对一个很好的动作，让你可以知道说你的足弓是不是真的有建立起来，是不是可以做单边的动作。因为如果没办法做的话，那其实刚刚做的练习就都是不正确的，才导致说你的分腿蹲做不出来。我们第一步就要先来重建足弓以及改善身体的排列，我们可以借由90-90呼吸以及脚底踩墙来达成。那我们动作刚开始是这样，我们先躺着，髋关节、膝关节还有踝关节先弯曲成90度，双脚踩墙，脚掌跟脚趾要贴墙。我们等一下做动作时，在吸气跟吐气时的动作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分成2个。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动作是要感觉你的脚底去抓住墙壁。你可以回想一下之前脚抓布的那种练习，先把足弓的力量带出来。之后我们要做一个骨盆后倾的动作。骨盆后倾指的是你的屁股往后旋转，你会感觉下背比较贴平地板，可是不能完全贴平，要留一点空间。这时你会感觉你的小腹还有腿后侧有出力的感觉。好，这个是吸气的动作。再来吐气时，你要用你脚后跟出一点点力，把身体往墙壁的方向拉。这时你要维持住你的小腹还有腿后侧出力的感觉，不可以让它们消失放掉。这个动作是为了要重建你对脚底支撑、骨盆稳定还有核心发力的感觉。当你有足弓塌陷、骨盆前倾时，蹲下就会很容易卡住。问题就是出在整个下肢没办法有效的连线，所以这个动作会帮助你从地板开始，重新建立那一条你该有可是断掉的动作线。再来第2个，高脚杯深蹲。我们准备动作要像这样，双脚打开，略宽于你的屁股，脚尖微微往外，手持哑铃靠近胸前，手肘靠近身体。蹲下时你要去感觉好像是屁股往后坐，重心要做到脚跟跟身体的中间。蹲下跟站起来的时候，你要去留意你的脚底3点有没有压在地板上，就是你的重心不会移动到你的脚趾，也不会移动到你的脚跟。也就是说这2个地方在蹲下跟站起来的时候你不会去感觉到他们有特别有压的比较用力的那种感觉。同时你在做深蹲时，你要一直保持刚刚在90-90呼吸的时候练习的那个下腹跟腿后侧都有持续出力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们要选高脚杯深蹲来当第2个步骤呢？因为你如果有一个重量在身体前方，你要下蹲，也就是说重心要往后移动的时候，就会比较的容易。
那你会更容易蹲下。脚底也有时间可以去感觉到你的足弓有没有撑起来，脚趾头有没有一直浮动，你的脚掌有没有3点稳定。同时你的骨盆可以一直延续刚刚在地面上练习到的那种后倾出力的感觉，也就是刚刚说在吸吐气时腿后侧小腹一直有持续出力的感觉。再来第3个分腿蹲，那前面我们做的是双脚的动作，让你学会怎么撑起足弓，稳定你的骨盆。可是现实生活中，因为不管是走路、跑步、爬山，还是做什么很多动作，基本上你都会经历到很多单脚站立或者是重心偏向单脚的那种状态。这时候，如果你的脚骨盆核心不能协调控制，问题就会再回来。所以要检查你有没有真的有建立起足弓的力量，而且可以有稳定重心的能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腿蹲。那这个动作会把你的重心从前后脚分开来，让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你的脚能不能稳定支撑，膝盖会不会乱跑，骨盆能不能稳定住在原本的位置，还是你在做分腿蹲的时候会一直左右晃，脚根本撑不住。那我们准备的动作是这样，前后脚的膝盖先呈90度，双脚与屁股同宽，两边的骨盆跟肩膀都要朝正前方，一边屁股要微微的往下坐，一边屁股要微微的往上拉，让两边的骨盆好像是维持同一个水平面一样，重心要移动到身体的中间，两只脚要各出一半的力量。站起来的时候，你要觉得自己可以直直的站起来，而不会左右摇晃。当你在分腿蹲的过程中，如果做得正确的话，你应该会感觉你前脚的足弓可以稳稳的抓住地面，膝盖稳定对齐脚尖，不会一直左右晃，骨盆也没有左右歪斜，身体可以直上直下，而不是歪歪扭扭的站起来。而且只要你有一段控制不好，你的问题马上就会出现。那接下来我就来带你看看最常见的错误代偿，你看看自己在做分腿蹲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膝盖会内夹，再来第二个骨盆歪斜，第三个脚趾一直浮动，身体起来的时候会一直晃。如果这3个步骤你可以做得出来，身体就会开始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稳定的感觉。而且很多人其实减肥减到一半，你可能动作啊或者是关节就会开始怪怪的，有点不舒服，甚至某些动作做不出来，你的减肥也会开始卡关。因为就是你的身体没办法配合现在训练强度，或者是你的动作开始有代偿，导致你减肥的效率变低。如果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常常会有那种我应该可以做得到，可是身体就是不听话的那个感觉的话，那你一定要订阅我，因为接下来影片我会帮你把这些动作一个一个重新调回来。你有什么动作一直做不好，总是卡住的话，你就留言跟我说，我会从留言里选一个题目拍成下一支影片。